是有风造势的资讯经理 Jason， 品牌定位是希望打造一个知识影响力的加速器。那我们不会把自己只是定位成是一个线上课程，而是希望说我们不会只是去做就是课程的制作跟课程的销售，而是会在透过跟老师长期陪伴的过程当中，去挖掘老师的专业技能，然后去把这一些职人还有老师去把他们的知识可以做成一个具体的这个课程产品，并且在后续就是去协助我们的学生去做实战的落地。那我的目标客群基本上第一类当然是面向老师的部分。老师这一块的话，就是会去跟比如说业界的一些专家、职人、内容创作者，或者是老板、创业者，跟一些就是艺人公司的一些就是顾问那些品牌的那个老师去做合作。另外一块的目标客群就会是他们想要去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对于成长跟就是获得更多人生选择有强烈的渴望跟动机的这一些族群。我们的目前的知名课程包含像是 Nina 的高效软装师的培训计划，然后还有 Kevin 老师的 AI 落地式的培训计划。那他们就是会去培训出就是可以去独立接案的软装师，还有就是在企业内去做企业 AI 导入的这些 AI 落地师。有风造势提供给老师的帮助就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们会去把老师的这些知识给转换成一个具体的课纲跟就是培训的计划。第一个阶段是帮老师去制作他的培训课程的计划，然后还有去以课程当作杠杆来去建立他在业界的一个口碑，还有就是学员之间的这个信任感。那到了第二阶段，我们会去协助老师走向公众，去走向媒体。他可能会协助老师去参加一些相关的采访节目，或者是公众的曝光，然后年会的讲者，或是学校的演讲，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跟老师合作非常多的一个部分，去扩大老师的公开的这个影响力，让他不只是一个有课程的老师，而是可以去跟市场去沟通他在这一块产业的专业的理解，然后去取得大众市场对这个老师的信任感。那到了第三阶段呢，我们去跟老师，比如说透过合资开公司的方式，或者是帮老师取得更多跟业界异业合作的机会，或者是建立一些培训计划，然后带领学员一起走入市场，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扩大老师他在获得了就是以课程跟知识为杠杆，然后在公众市场取得影响力之后，把这些相关的知识跟影响力去做变现，来去做更多就是商业上新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就以我们跟 Kevin 老师去合作这个 AI 落地式培训计划为案例好，就是 Kevin 老师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程师，那他自己在研究 AI 如何去影响，就是去做落地跟企业相关的这些系统的过程中，他就有自己的这个社群叫做花朗办公室。那我们跟老师的第一个阶段合作，当然就是把这个社群跟就是他在这一块的知识能力去转换成一个可以系统性的培训，不管他就是可能是产业的小白，或者是他可能也是资讯产业背景的这一些，或者是公司里面的相关职能，去转换自己的角色身份，成为一个可以把 AI 带进企业里面的 AI 落地师，这样是这个相关的培训计划。那到了第二阶段，就是我们会去协助老师，比如说可能跟一些业界相关的媒体合作，或者是定期的这个媒体采访的曝光，以及就是老师在可能各个学校或者是各个机构之间的演讲等等的，让老师可以取得更高的知名度，或者是协助老师去参加商会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户外合作，进一步去取得大众对于这个老师的这个信任感，以及就是传达老师的理念，去形成更影响力的这个扩圈。那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会跟老师就是目前有在合作相关的这个偷懒办公室这间公司。那在这些公司中，我们就是老师会把很多就是企业对老师的这个顾问，还有就是开发的需求，去在这个公司中去做媒合，然后还有就是一起去跟老师合资，也把这些相关的需求去在这个透过这个课程计划去找就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学员，让他们去开始跟这些企业去做这个实习，然后还有就是去接这些企业的这个测试的案子。我们其实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在第一天就是先问自己说，这堂课程对学员来说，它可以带来怎么样的帮助？然后学完之后，是不是能够开始去应用、落地跟实现？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过程当中，会蛮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们会加入了比如说实战课程的设计，让学员他在赶快学完线上课程的知识之后，可以透过实战课程去
演练一次他所学习到的技能。那比如说以你奶软装师来说，他们就是实际去刷油漆，然后实际去布置，实际拍照片，然后做出自己的第一个布置的一个成品。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同时包含就是老师定期的 QA， 去解决他们在整个就是应用实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疑问。那同时我们也会包含就是他们会加入一个学员的社群，在社群中定期会有学长姐会来分享说做相关的这一些技能的这个落地跟就是获得具体的商业成果。然后这些学长姐的分享，我觉得也会对学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刺激，让他们知道说照着这个方式去走，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成长，或者是蜕变成像学长姐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领先者的一个角度。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会让学生不只是获得一个知识而已，而是透过刚刚提到的学长姐的刺激，然后实战课的训练以及老师的 QA 解惑，去让他们在真的出师之前可以获得足够的资讯，来去让自己更有信心的完成这一整个培训的过程。我们就有跟就是线上课程相关的系统商去做合作，那就是使用他们原本的金流服务，然后同时也包含我们还会去提供向消费者去，比如说 ATM 汇款这些方式来去增加他们付款方式的多元性跟便利性。对，然后过程当中我们曾经遇过的状况，比如说像是可能今天单一账号的收款额度，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我们有一个晚上在做课程相关销售的时候，那堂课程表现得很好，所以学员的这个购课率很高，就发生说就是他的这个收款额度达到上限的这个尴尬的状况。那当下我们就马上说，那我们赶快就是全部开始就是马上转成用 Shopify Payment 的方式去做收款，当下也解决我们那一次就是在收款方面的危机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就是支付方式的便捷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会尽可能的去提供消费者很多元而且很方便的支付的这个管道。所以说，像就是Shopify Payment 提供的服务包含像是信用卡或者是期这样子的一个分期的方式，还有就是在银角零卡这一块，就是可以有36期分期，然后让学员可以是用更低的门槛，然后就可以开始迈出自我投资的这个第一步。那我相信对学员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就是让他们可以去更快开始自己计划，也更便捷的一个就是支付的一个工具这样子。